那么这个线条啊就是这么勾出来的啊。当然我们还有叶子啊，刚才说勾叶子，我们要把叶子交代的什么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不能乱画啊，一定不要乱画叶子。这个课程主要是解决你们一些勾线的问题啊。你啊，勾线问题练好之后，对你后面的这个，对你本身，对你整个国画基础也是很大的帮助啊，特别在提升啊。开始可能勾的不那么好，这很正常的啊，你肯定经过一段时间的去练习啊，手要练稳一些嘛，笔锋掌握的更好一些，这都是锻炼你的基础能力啊，不能说因为你练不好就要放弃怎么样啊？一定不能这样。没有哪个画说一上手就可以勾得很好，除非他是天才中的天才，这种人啊，这种人100年碰不到几个啊。所以我们还是脚踏实地的去勾线啊，去练习勾线，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学习方式。好，来勾起片叶子，比如这里有一片叶子，我们深勾啊，牡丹的叶子啊，它是那种啊，看起来像三角形一样的啊，像三角形的感觉，所以把这个感觉画出来啊。首先我们勾一个主叶，往上来一点啊，一片啊，这个一笔，这里有个凹出来啊，然后在这个呢，这个时候有点钉头鼠尾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有点钉头鼠尾的感觉。好，这是一个完整的叶子，中间还有一个什么叶脉，也勾出来啊，这样的。好，填墨。牡丹的叶子是这样的啊，它不是单片，它是一组的长出来的，比如这样，转过来，勾个尖啊，一笔，两笔，然后中间有个叶脉，啊，这样的。同样的啊，也是这样的呢，过来，然后这边出个叶子，出个尖，叶茎啊，很多人都说这个叶子是3叉9顶啊，分3个叉9个顶，这也是一种说法啊。好，这里画了一个完整的叶啊，完整的叶子，我们再另外从这边出叶子啊，从这里出啊，建议你是先画中间那个叶子，再画两边的叶子啊。中间的叶子是这样的啊，中间的叶子画出来，旁边出2个小的，这样的。然后包进去，中间一条线啊，中间一条线，往上挑一下啊。那么画这边叶子跟这边是一样的啊，就是方向不一样了啊，方向完全不一样。就在这里穿过去挡住了，转过来。所以说你一定要把每一片叶子怎么遮挡住的交代清清楚楚啊。过来了，衔接上去。好，再填墨。同样，我们这里画面也先画上去再说了，是吧？
然后去找那个小的，画条页脉露出来。这里面看不到，就别画啊，看不到就别画了啊。铁墨啊，好，这再画一个完整的叶子啊，过来一点啊，我方向过来一点，一笔、两笔啊，这样，然后中间出一个，这样的，可以来点钉头鼠尾的感觉啊，可以摁重一点，就钉头的。好，把这个叶脉我这样出啊，跟它有点不一样啊。圆形一笔，好，这样去。好，铁墨啊，铁墨，就每次这样铁墨啊，舔，你看，每次取墨都这样舔一点，不要搞得笔上面水太多了，水太多了你是无法去画出好的作品的。好，这个地方怎么办啊？交代清楚，然后绕过去的，绕过去，绕过来，接上去，尖的。就是慢慢的把，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些叶子，比如说像这种地方，哎，你直接画就行了，直接画啊。当然一边叶子穿插在里面嘛，这里录个什么叶子的尖啊，你去想象嘛啊，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点想象力了啊。好，那铁墨。好，画这边的叶子啊，这个方向的叶子，我们的叶子是都指向这个花卉的中心部位，这就不会乱啊。你不能东一个西一个，都是指向这个花蕊这个中心线这个部位，所以它就不会乱啊，它不会乱，不然的话你就搞乱了。好，这里出个叶尖啊，这出个尖。然后一条线出来，尖一点啊，再尖一点，可以来点钉头鼠尾的感觉啊。好，那么这边的话啊，这块就是啊，这过来进去，绕过来啊，一个线出去，就把这一块的叶子画出来。那怎么去围绕这个叶，围绕这个花，这个去转动啊，去转动它。好，我们现在画这个区域的叶子填墨，那这个区域画。这里笔过来，绕上去，过来，一根线拉下来。好，填墨。
好，这个小点叶子，小叶。这里画一些隐藏在里面的叶子啊，隐藏的叶子画一些，从这里面出来。好，填墨。就我们依然把这个这个步骤，把这个线稿努力的去练习啊，努力去练习，肯定是有点难度的。都要交代清楚。出点尖尖啊。那么画到这个时候，叶片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们怎么去画那个花的那个枝干啊？枝干。枝干在这个区域啊，在这个区域怎么去画啊？这里也可以去勾啊，也可以勾出来。因为我们是这个一笔啊，什么一笔，全部用中锋去勾啊。这个勾跟这个勾叶子有点不一样啊，树枝有点粗糙的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粗的压笔啊，压下笔去勾一下啊。这个小花蕊，勾一下。小点点啊，上去啊，这样把这个给它长上去啊，长上去。那么我们这个牡丹花的这个线稿就把它做好了。那么下步就怎么去染色啊？怎么去把它颜色染出来？好，看看正稿。好，这是全部的正稿，大家可以先练一下。好，我们准备给它上颜色啊。上颜之前把那个花蕊还没画，花蕊。这是花蕊，也可以后期直接点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后期直接点但是我们这中心这个花蕊啊，还是要画一下中心这个地方。后期我们直接可以去用黄色去点，也可以啊。好，在画之前，我们把它画面吹一下吹一下。好，吹好后，我们去调白色调白色。
钛白色啊，钛白色啊，这个颜色，钛白色。这个要弄多点啊，这个要起码要半支的。啊，看，好，用干净的水啊，干净的水。我现在这个可以撤掉。用干净的笔啊，比较干净的笔，所以我们的笔一定要多备几套啊，这个这样画起来比较舒服啊。好，调白色啊，调白色，调开，加水。哎呀，我最好是拿另外一支笔，拿另外一支笔吸水啊，另外一支笔。这样吸过来会好一些，不会把水弄脏啊。好，全部调开啊，全部调开，然后把它刮下来。这个还不够，还不够，颜色不够。这个这么大的花头，起码要挤1/3的整支颜料1/3的白色啊。好，把这个区域给它画一下，全部给它涂一下白色。不要反复涂啊，一定要你用大号笔。你反复涂会把它涂那个毛起来，起毛了。我们这是生宣纸来的。我们这个白色涂上去之后啊，不要马上画，等一下，等它吸一下水，然后再画。好，我们现在啊调上曙红色啊，曙红色啊，这个曙红色，用两个小号笔啊，用2个小号笔，用2支小号笔，干净的小号笔，记住一定是干净的小号笔，这么2支，洗一下啊。好，一支笔调色啊，一支笔去干嘛？去过渡啊，颜色过渡，所以注意一下啊。这个笔是干净的啊，我们这个笔画啊，这个笔画，那么这支笔就去过渡这个笔画，这样拿笔，前面2个手指捏住笔，把这个笔从这里穿过去，这样拿着就可以了啊，这样。这样啊，好，先调红色，好，我们开始染啊，先染这个啊，这个最暗的地方呢，这里，然后再来过渡一下。轻一点啊，不要太用力，因为我们的生宣纸啊，加了白粉之后就可以去做这种效果。染色注意什么？注意前面这边深一点，
往外走就浅一些啊，要注意这个规律啊。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啊，里面就是我们这个，比如说我画这片叶子，这一片叶子啊，它里面挨着这个花瓣的这个地方，你可以画深一些，你看到没有？然后把它过渡出去，过渡一下，让它渐变比较舒服。然后把这个笔洗一下，洗一下水，啊，洗一下，就把它吸一下水，然后再继续染。这是花心部分啊，我们也染一下花心部分。好，过渡一下。第一部分也是啊，不用那么深，记住啊，不要染那么红彤彤的啊，它也是慢慢染出来效果。像这缝隙里面啊比较深，你就画深一点啊。慢慢的过渡出去，渐变出去啊，渐变。好，这个笔要随时洗一下，这个湿水笔随时洗一下。啊，把这些所有的暗部啊，两个花瓣交界的地方，中心部分啊染一下。好，洗一下笔。两片叶子交界的地方，两片叶子啊，这个交界的地方，这个缝隙里面去染。随时把这个笔洗一下吧。
点水，调点曙红色啊，曙红色，把这凹凹的地方、凹槽的地方呢染一下。所有的缝隙啊，这个叶子与叶子之间的这些小缝隙啊，都可以染一下。里面深，外面浅，记住里面深，你看到没有？外面浅，你就用这个笔把它拨出去，啊，把它染出去。好，细笔。如果你不加白色的话，基本上这个它的渐变出不来的，它的渐变色就出不来，因为生宣纸一干一刷它就笔触。啊，第一遍我们啊快染完了啊，第一遍。你看我每一片叶子、每一片花瓣都是这边深，慢慢浅出去。所以你画完这一笔之后，用这个干净的笔往上轻轻的揉一揉，啊，往上拨一下，那它就变了一个渐变色就出来了。好，现在是第一遍啊，通通染完。这次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加深啊，来多调点这个，点水，调多点曙红色啊，调多一点。我们开始加深了啊，所以我们做事情一定要是井井有条啊，这个加深看到没有？然后用笔轻轻的啊，不要揉搓的太狠啊，揉搓太狠的话会把纸起毛的啊，这个注意一下。所以你这个纸也要好啊，纸的质量也要好，纸的质量不行也做不出这个效果。那再加颜色。好，用干净笔啊，涂一涂。啊，这个部位是个花心的位置，所以我们要画深一些。好，再调红色。你看，我们是刚
刚才不是一样，刚才调红色比较少，现在调红色比较多。现在的暗部就加在这个小缝隙里面的，小缝隙啊。画完之后用这个笔轻轻的点染一下啊，我们就是画工，如果说你画工笔画监工代写的工笔啊，就按这个方法去先勾线，再染色。好，再加红色，染这些小缝隙啊，这些小缝隙一定要染。好，这个地方也可以染一下它，这有两条线，也可以染出一个凹凸不平的感觉啊。你看我现在染的都是些小的地方啊，小的小的边边角角，并不是全部都染。啊，像这种缝隙里面，就染这种缝隙里面。好，洗一下笔。这是第二遍慕斯啊，第二遍颜色啊，还没有染完。好，第二遍啊，你搞定了啊，第二遍搞定了，准备考第三遍啊。